我发现中国舞的舞蹈演员，他们的身材真的就是非常的修长而且结实，他们称为自然肌肉。他们在训练肌肉的思维呢，其实是大大的颠覆我们运动健身的这个理论。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自然肌肉的训练技巧，那就会是你走路也在练，你吃饭也在练，你工作也在练，甚至连你睡觉也在练。哇，那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那我要教大家4招，怎么样打造我们的核心力量。其实它的重点就在于拉长跟强化。第一个呢，就是这一集它非常适合，就是你想要有一个结实但是修长肌肉的人一起来尝试。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开始固定健身呢，其实是为了好看、年轻还有健康。那会去考运动教练的原因呢，其实是想要了解运动的原理，然后帮自己如何设计菜单。但是在重训的过程当中呢，我虽然喜欢肌肉变得结实有线条，但是毕竟还是女生，不希望有非常粗大的这个肌肉。当然，就有很多运动的男生这个时候就会跟我讲说：“你们女生又没有睾固酮，要变壮实在是非常难的。”但是我必须老实说呢，你们觉得的壮跟我们女生觉得的壮这个程度呢，真的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后来呢，我发现中国舞的舞蹈演员，他们的身材真的就是非常的修长而且结实。所以这个月呢，我也学习了有关于中国舞的一些基础。那接下来呢，我希望可以有一系列的将这个中国舞的一些基础呢，变成我们一般人可以学习到的方法，来帮自己打造一个美丽而健康的肌肉线条。那他们在训练肌肉的思维呢，其实是大大的颠覆我们运动健身的这个理论。那今天呢，我觉得这一集它非常适合，就是你想要有一个结实但是修长肌肉的人一起来尝试这样子的训练方法。那在正式跟大家介绍怎么样练之前呢，我们要先谈到什么叫做自然肌肉。舞蹈演员在练的这个修长而结实的肌肉呢，他们称为自然肌肉。自然肌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会用到的肌肉，但是你只要加上一点点的训练，不但可以持久，而且习惯了以后呢，日常生活你就已经在练你的肌肉了，而且呢，它还可以调整你的骨架跟你的姿势，以及你身体的柔软度。哇，讲到这边，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超级棒的，而且它在理论上面呢，完全切中我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健身房练肌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有目的性的，而且是针对某些肌肉的肌群去做锻炼，例如说练它的肌力，或者是练肌肥大。但是呢，其实就有运动的研究发现，这样子的训练方式呢，如果1个礼拜不练的话，你透过运动所提升的心肺机能就会降回原来运动前的训练水准。如果你1个月不再继续重训的话呢，你原本练出来的肌肉也就会消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自然肌肉的训练技巧，那就会是你走路也在练，你吃饭也在练，你工作也在练，甚至连你睡觉也在练。哇，那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就算我们上班没有时间，也可以去练到这个肌肉。那么接下来大家就会想要知道了，我们要怎么样去练这个修长而自然的这个结实的自然肌肉呢？其实它的重点就在于拉长跟强化。拉筋是可以让肌肉拉长的。但是拉长后的肌肉，如果你不去强化的话呢，它就会变成像海贼王的鲁夫，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所以第2个重点呢，就是要强化你拉长的肌肉。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先把重点放在强化上面，因为强化呢是所有中国舞演员的基本功。那大家就会很好奇啦，强化我们到底要强化哪里呀？要强化的是核心力量。这跟我们健身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在健身的时候，我们讲的核心是指横膈膜下面，然后呢，下面是骨盆底肌，那再来就是我们中间肚子的这个地方，像是腹横肌、腹直肌以及后面的多裂肌这个桶状的区块，通常是我们健身上面讲到的核心肌群，但是在舞蹈里面的核心却是下背。这个下背是从肚脐的正后方的命门穴这一点为中心，往上连接的
这个筋跟肌肉，它透过这里呢来启动我们上面的脖子啊、手背啊，甚至是上背的力量。那往下去呢，它就会开始启动你的屁股、大腿、小腿，甚至是下面所有的力量。所以这个后背的训练呢，它就等于像是一个车站的枢纽一样，你必须要把这个地方练好了，你的身体才会好。那为什么练这个后背的功能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它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就是好看。就是说，当你的后背练起来了以后，你有力量了以后，不论是你坐着、站着、走路，甚至是跳，都会来得比别人好看，因为它够挺。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在未来的内容当中会再跟大家分享。那第二个呢，就是运动员当他的腰有力的时候，他不管是脚的动作或是手的动作，也都会出现得更有力气。第三个就是在练这个背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习惯动作，就是要缩小腹。所以大家在担心这个小腹太大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在练的过程当中，你就会一直在收缩你的小腹了。第四个呢，就是我们长者呢，其实在年纪大了以后，很容易这个椎间盘就是会狭窄。那其实这个时候呢，通常复健师就会告诉你说，你一定要练这一块的肌肉，才能够帮助你这个骨质疏松不会那么的快流失。所以呢，这就是练背肌或者是练这个核心能力呢很好的这4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要教大家4招怎么样打造我们的核心力量。其实这4招非常的简单。第一个呢，就是贴墙站。贴墙站的几个重点呢，就是第一个，你的脚跟一定要贴到墙，对不对？有几个点一定要贴到墙。第一个是脚跟要贴到墙，第二个就是你的后背的这个我们说的命门穴的这个地方呢，也要尽到贴到墙。第三个就是你的肩膀的部分也要尽量贴到墙，最后一个就是你的头也要贴到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人就会塌腰，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不行，所以我们要把小腹缩进去。这个就是在练你的腰力跟你的小腹，然后呢，你的脖子也会往后缩，所以它也会加强就是脖子啊这边的这个力量。其实这个姿势它不仅仅是古典舞要练的基本姿势，其实芭蕾的基本动作也是这个动作。而且呢，美军的初期训练课程很多是采用了芭蕾的站姿，所以你们会发现，外国的军人他们站得很直，其实他们也是用芭蕾站姿的原理来做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贴墙站。每天站30分钟，你可以不用一次站，例如说10分钟10分钟。一天站个30分钟。第二个我们要练的动作是抬腿，躺在地上呢，把腿抬起来。那跟我们一般的抬腿差别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一般在讲运动，在讲抬腿的时候呢，我们会讲腹部要贴着地，所以是腹部要用力这样抬起来，这边是没有办法，就是有空隙的。但是呢，有一些初学者或者是腹部力量还是不是很够的人，或许你一开始可以用到这边的力气去让它贴地，但是久了以后呢，你都会用腰椎做代偿。所以我们现在把手呢放在我们的屁股下面呢，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支撑力。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背部第一个它可以贴到地板，第二个呢，你的臀部有这个手的这个支撑力的话呢，你的脚在抬起来的时候它会比较好抬。所以它是这样子的抬腿的方式。但是抬到一定的定数的时候呢，其实你还是会用到你腰部的力量。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训练腰部的主要时候。那我们的定数是可以这样算的，就是说，假设你的基本你可以一次抬20下，那你下一次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进阶让你一次抬30下，那在隔天抬40下。那这样子有定数的加强你的腰力，它就是可以不断的提升我们的这个腰背的这个力量。第三个动作呢，就是仰卧起坐。其实这个动作呢，我相信我在教的时候呢，一定会受到很多的抨击，因为呢，运动界已经开始在说不要做这个运动了，是因为非常的伤颈椎跟脊椎。但是我觉得伤的原因呢，是因为你错误的使用了这个姿势。只要我们知道应该要做的这个原理的话，其实做这个仰卧起坐呢，它可以训练到的真的就是我们的腹肌，还有就是我们的背力。那我先做一个错误的姿势哈，请我们的同事帮忙一下。通常一般我们会说做错误的仰卧起坐是，你坐起来的时候你是这样子弯曲的，所以它很容易伤到你的脊椎，还有你的头，它会往这边这样倾。所以为什么不让人家做这个姿势，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我们今天要练的这个仰卧起坐的姿势呢，我们不是要这样练，而是你在起来的时候，你要用你的是这边的力量在发力。差别在哪里呢？你的脊椎、你的背是平的，你是这样子起来，拉稳。你是这样子起来的方式，跟我刚刚这样子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起来，让这个背平的，那你就可以练到腰背的力量了。最后一个呢，要教大家练的叫做地上撑腰。地上撑腰是这样子，其实，在健康的腰呢，你这样子练是可以的，除非你的腰有受伤的话，你就不建议你这么练。撑腰的方式就是你把手撑起来，先停留个10秒钟，然后接下来呢，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继续把手再往上撑，但是呢，用力的地方是这里，你要觉得是这个地方在出力，而不是只有你这个腰的地方在出力，你要把意念放在这个地方用力，然后撑了以后呢，再在这边20秒，然后接下来你把手放开，做这种我们运动叫做超人式，或者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做20下一天。那这个也是练这个背力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以上介绍的这4招呢，其实是中国舞的舞蹈演员他们在练核心力量非常重要的强化的这个功能。那我们第一个站墙就是说一天站30分钟。那其他接下来的这个不管是仰卧起坐啊，或者是抬脚，甚至是我们刚刚地面撑腰的这个动作呢，大概都可以做3组，然后一次做20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自己觉得自己的身体呢是更有挺直，然后也会常常在注意就是缩小腹，还有就是挺腰这样子。那如果有练习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你的练习心得。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